背朝10年大餅臉，她成了日本全民初戀。今天的主角是有村架純。さよなら、私が愛した2人目のあなた。都說方圆脸是演员的死穴，不上进，没记忆点。偏他把別人眼裡的短板活成了獨一份的招牌，但你絕對想不到，他剛入行拿的是地獄級劇本，口音怪，身形也不算纖細，試鏡上百次，次次碰壁，好不容易撈到個角色，也都是沒幾句台詞的邊角料，站在鏡頭前渾身局促，連存在感都沒有。最慘的時候差點被公司雪藏，整個人天天陷在自我懷疑裡。就當所有人都覺得他要退圈的時候，轉機突然砸下來了。2013年 NHK 晨間劇海女，她演主角媽媽的少女時期，憑着乾淨靈動的勁兒，直接演進了觀眾心裡，一夜之間成了大家口中的國民妹妹，徹底擺脫了小透明的身份。可她沒抱着國民妹妹的人設吃老本，轉頭就給了所有人一個大驚喜。2年後，她染着一頭金髮，穿着超短裙出現在墊底辣妹裡，從叛逆厭學的差生到拼盡全力考上慶應大學的工藤沙耶加，她把少女的莽撞和成長演得特別戳人，還拿到了日本電影學院獎優秀女主角提名，在影壇徹底站穩了腳。但人越紅，質疑就越狠。浪客劍心公布他演雪代巴的時候，全網直接炸了。這個漫迷心裡的白月光，清冷決絕又帶着破碎感，和他一貫的治癒形象完全不搭。所有人都覺得他撐不起這個角色。結果電影一上映，之前罵得最兇的人先改口了，他收掉所有標誌性的笑容，把雪代巴的脆弱和決絕刻進了骨子裡，硬生生填平了2次元和3次元的鴻溝，鋪天蓋地的質疑全變成了驚嘆。同一年，他又靠一部愛情片直接拿下了影后。花束般的戀愛裡，他演的八股娟，從校園的滿心歡喜到職場的無奈走散，分手時的平靜，回望時的遺憾，每一幕都讓觀眾在角色裡看到了自己。憑着這個角色，他拿下了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女主角。拿了影後，他反而越拍越出格，他不再盯着青春愛情片，轉頭去碰更有分量的現實題材。千尋小姐裡褪去所有光環，演經歷坎坷卻依然熱愛生活的千尋。海的開始裡演遭遇非自願懷孕與墮胎的女性，細膩地詮釋出女性的困境與成長。前科者裡又化身新人保護司，把目光投向社會邊緣人群。他的角色越來越有厚度，不再局限於小情小愛，而是延伸到了社會現實與複雜人性。每個角色裡都藏着他對生活的思考，從百次試鏡落選的圓臉新人，到被觀眾認可的實力派，他花了10幾年，一步步把手裡的爛牌打出了屬於自己的路。關注萊尼時刻，不只看熱鬧，也看人性。我們下期見。